一名长期遭受家人性虐的女孩终于从家里逃了出来，但当她躲进火车厕所时，却被列车员发现了。随后警察就将她送去了协和医院，结果检查后真的发现她的内裤上有男人体液，双手双脚有捆绑痕迹，明显是被虐待过，并且在交谈过程中，艾斯明显害怕父亲，搞得警察怀疑是父亲做出了禽兽行为，但却被他否定了。可当警察追问是谁时，艾斯竟突然不说话，而随后体液 DNA 检测结果也出来了，虽然不是父亲的，但与艾斯却有亲属关系，所以那人是他的兄弟或者叔叔，而这也很糟糕了。看来艾斯的命运是相当悲催，因此警方下定决心必须拯救他，而第一步就是查明艾斯的身份。本森当即只是将他的照片公布出去，全国征集线索，结果很快一个男人就找上了门，声称是艾斯的父亲威廉。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了，警察还是比较高兴的，但出于职业规则，警察还是按例询问了他。而在交谈过程中得知，男人一家是新州人，并且他迫切想见到女儿。可艾斯毕竟是遭了虐待，未成年的事警察不得不管，却不料父亲当即掏出了出生证明，上面显示艾斯已经27岁了，早就成年了。而这属实震惊到警察了，没想到艾斯看起来像未成年，其实都是饿成了这样的。哪知就在这时，恰好艾斯走出了审讯室，迎面就撞上了父亲。男人当然很是高兴，终于见到失踪的女儿了，但艾斯好像很恐惧。而这一幕落在了警察眼中，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。谁知这时父亲也有了警觉，当即就要带女儿回家，艾斯却不敢有丝毫反抗。结果俩人一对视，随后就上前进行了阻拦，并找理由想留下艾斯。Sir, she had semen in her underwear, and we tested it, and it was a close familial match. 哪知父亲竟并不意外，这就让警察们费解了。My wife, she found Esther and her brother had lain together.I'll admit I did paddle her, but I most certainly did not abuse my daughter. 但警察立即又反驳，艾斯都被饿得瘦成这样了，哪知父亲竟称进食是修行方式，我也一起陪着的。Live an unconventional lifestyle, off the grid, homeschooling our children. But we are a loving, law-abiding family. 说完就要带艾斯走，可警察还是不同意，怎么看艾斯都是被虐待了，而父亲也急眼了，当即威胁要找律师控告警方非法拘留。哪知本森也很刚，找就找呗。然而话虽这么说，可他还是令人先做了调查，结果在新州妹妹和哥哥并不违法，所以现在不存在强奸和性侵。同时艾斯也过了18岁了，危害和虐待儿童的罪名也不成立。就这样，警方再没理由不放人了。不料阿曼达却极力反对，他目睹艾斯的凄惨处境后，代入感极强，坚决不想把艾斯再送回虎口了。可这些本森都知道，但法律规定是必须放人的，谁也无能为力。就这样，阿曼达吵了一通后，本森还是坚决依法办事，让父亲带走了艾斯。然而阿曼达可不会就此罢休的，随后他就单独驱车200公里，来到了新州威廉的老家，恰巧看到他们一家正要出门，于是阿曼达就尾随跟了上去。原来他们是来打保龄球的，不料从车里进下来大大小小、男男女女、统一着装的9个孩子，并且个个都面黄肌瘦。见状，他赶紧先偷拍了一张全家合影，接着便监视了起来。事后他分析威廉是在搞父权崇拜，并且让孩子们近亲繁育，实属是个恶魔，因此他要救出所有被困的孩子。随后阿曼达又独自回到了威廉的房子，不料却听到了有个小女孩在呼喊，居然是被狗链锁在了地上。见状，阿曼达立马就想救人，可门却是锁着的，于是阿曼达又绕到前门，撬开门锁溜了进去，并很快找到了那个小女孩，却不料对方的呼喊声竟把艾斯引来了。而当见识阿曼达后，艾斯却赶紧让他离开，但为时已晚，艾斯母亲闻声也赶到了，接着便是威廉和一个儿子手持长枪走了过来。好在俩人并没有恶意，只是逼阿曼达离开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但阿曼达岂会善罢甘休，随后就调集大部队将房子给围了起来。而为了避免事态升级，他首先朝里面喊话，要求看到艾斯平安无事。结果门很快就打开了，父亲带着艾斯走了出来。可当阿曼达要求他放艾斯过来时，父亲却拒绝了，因为他是极端末世论信徒，偏执地认定世界末日即将来临，自己必须净化子女灵魂才能获得救赎，所以艾斯哪里也不能去，必须在这等世界末日降临。但显然阿曼达是不会答应的，他当即问艾斯是否想留下，结果艾斯拼命摇头，而这一下就惹怒了父亲，立即将女儿又带了回去。对此特战队可不想再等了，虽然本森极力争取再给些时间，他不想事态升级，但特战队根本不听，接着就派人准备强攻。然而俩人刚爬上屋顶，就突然遭到了袭击，好在有人最后把催泪瓦斯丢了进去，然后屋子里就传来了剧烈咳嗽声。很快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冲了出来，可还没等警察接应他们回来，屋里就朝外开枪了，顿时有人被击中了，而警察也立马还击了。就这样双方瞬间爆发了激烈交火，很快在警方强大的火力覆盖下，屋子里一会儿就哑火了。最后他们不得不选择了缴枪投降，威廉也老老实实的走了出来，彻底向警方臣服了。这个倔强的男人终是输了，那接下来就是营救孩子们了。结果警察冲进去后，却发现有2个儿子在混乱的枪战中被打死，一人幸免，被狗链绑住的小女孩仍在，壁橱里还关着一个。然而更悲剧的是，艾斯也被流弹爆了头，这让警察悲愤万分。本来最想救的人就是他，真是世事难料。对此威廉把孩子被杀全赖在了警方头上，这让俩人心里更是五味杂陈。
随后在接下来的审讯当中，眼见父亲仍是偏执地将宗教典故扭曲成施暴借口，尤其是将乱伦包装成灵魂失恋，将克扣食物肆意挨饿体罚说成是修行，阿曼达彻底被情绪裹挟了，恨不得手撕了面前这个人渣。不过最终却被同事及时拦住了，而这时本森也冲了进来，强令他出去，并告诉了阿曼达一个更打击的消息，就是交火事件中的弹道分析结果出来了，杀死艾斯的子弹是从你的枪里射出的，也就是说是阿曼达亲手杀死了他一心想拯救的人，简直是天意弄人，太戏剧性了。这下阿曼达受到的打击可真是不轻。然而这还不算完，本森还不得不继续通知，按照规矩，这事是要接受纪委调查的。对此阿曼达也是知道的，最后本森只能安慰，希望他在调查结束后早日归队。